香港鸿福苑大火，今天第3天了，结果这一张照片让全世界都心碎。这是一个71岁的长者，他站在起火的大楼面前，对着消防队员哭喊：“我的太太还在上面。”观众朋友，到目前为止呢，至少已经有94个人罹难，超过200人现在还失联。一个香港消防队员的自白万言书，在今天震惊了全球。你知道当初屋内温度多高吗？将近1000度。消防队员如何背着9公斤的氧气瓶逐层搜索，被毒气逼退，那是多么的万般无奈嘛！最后结论告诉大家，这起大火不是意外，是人祸啊！好，这场香港大火呢，好，很多观众朋友呢，我们已经看3天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什么？在消防队员他亲眼进到火场之后，在那个围网内部的真实画面跟他的无奈自白。我们先从很多的外围新闻开始看起，然后带你往里面去深入。现在目前的香港的消防处他说，好，这场大火呢已经熄灭了，好，所以呢救火的行动已经大致都完成了。现在要进行的是呢去做爆破行动，然后把很多里面还在受困的人，或者是已经罹难的香港的民众，好，赶快能够把它呢移工移出来，那确保里面呢没有一个人还受困在里头。那现在啊，你知道吗？很多的民众，鸿福苑的亲属们在那边底下红龙里面排着队，就像你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面容非常的这个憔悴，然后低着头，每一个人缓缓的往前进，他们是要去里头的社区会堂去认尸啊。但是你看到了他们整个行动当中，还是希望说呢，心中那一份奇迹能够发生，因为他们发现，在大楼里面还有闪光灯在闪，表示来对购五郎能够活着，希望能够被抢救出来。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视角，这一份消防队员的自白的万言书，让全世界都心碎了。来，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哦，消防员呢，这个全副武装但是他望向窗外的这个面容，我跟你讲，很多的网友其实很多的这个香港民众也在讨论说，他的面容怎么露出了一种无奈跟你知道来回踱步看外看内。不知所措啊，你知道吗？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现在呢，消防员发现说呢，这场大火里面烧的温度比外围还要来得更高。很多的大火在大楼里面呢，里头温度可能高达800度，甚至高达上千度。好了，这位消防员为什么他来回的踱步这么样的不知所措？因为他的无线电对讲机跟他讲说，有人受困在里面，赶快进行抢救。但是他有办法过去吗？没办法，因为你看到这个火场里面呢非常的高温，它无法接近之外，还有再加上了毒气，再来他背着非常重9公斤的氧气瓶。这段画面继续看9公斤背在身上，还要拉着水线，你会发现已经完全断电的情况之下，你只能靠着双腿逐层1到30楼。我给大家讲啦，消防队员嘛是人啦，也有人体的极限啦。背着9公斤重，相当于你背一台电脑主机的重量，然后全副武装，你要徒步哦。火灾现场没有所谓的电梯、电扶梯都没有的，徒步往上走之后，你一层一层逐户搜索。那看到人，你要个哀卵，看到生还者赶快进行抢救。好，下来到1楼了，怎么样？不是结束了。再继续往上爬。好，陶波，我请你再给我们大家看一次今天白天的火灭了逐层破门搜索的窗边的那个消防队员的表情。你知道，我今天听嘉芬讲到这地方，大家突然都懂了。为什么他在窗边如此望天无奈的来回踱步？他心里在想的是，昨天可能包含他自己，包含的学长学弟来到火场，为什么明明知道他在第几楼的哪一户，我们靠不进去救，浓烟阻绝了他？为什么他只能眼睁睁等着火熄？好，观众朋友，这份基层消防队员的自白万言书，最后终结2个字结论，叫做人祸。而且你一步一步播进去，我们听嘉芬好好来告诉我们，他提出了刚刚是第一视角，消防队员跟死神搏斗的视角。再来，我们站远一点看，这一起94个人到目前为止的死亡悲剧，本来可以避免的，而这个人祸死亡的火种，原来早在去年就已经埋下了。没错，好，这场香港大火有没有人说真话？有，就是这位消防员他说真话了，他亲自进到火场里面去。他说呢，因为范围太大，然后温度太高了，同仁应付不过来，眼睁睁看着居民就受困在那个火场里面，那是一种
浓浓的无力感，才会发生在我们新闻画面当中。你看到那个消防队员来回踱步，然后心里面非常无奈跟焦急的画面。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写这一篇文章的这个消防队员，他资历呢9年也不短。他说他参与过多少各式各样香港的火场抢救。最后他说，这一场火场的面积是他见过面积最大、楼层最多、单元最多，就是户数最多，只能够用双脚一层一层往上推。最后他说，我背着9公斤，我也是普通人，我再怎么想救，我也要留一半的体力回到那个光的出口，我才可以活着回到人世，不然我就会变成了焦黑的大体，再加一句而已啊！而且这个消防队员他说，为什么讲说他说真话呢？因为这个庞大的悲剧，90几条的宝贵生命是可以不用被丧命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了，整起事件的导火线其实最严重的东西就是这个叫做围网的东西。宏福院的8栋大楼呢，都在进行所谓的大楼维修，所以发生了这场的火警哦。他说，外围的这个围着一层一层又一层的这个围网，理论上来说应该要是防火材质、阻燃材料。我再提醒一次，是阻燃，要防火的，而且你要符合的规范是你点火4秒之后呢，3秒内你火势就应该要自己熄灭掉了。但是他们发现喽，这一次宏福院的这个外网一层一层的很便宜，比阻燃材料的还要再便宜很多，而且还可以重复使用呢。竟然比贵的还要来得这么划算，所以很多的不肖业者就会拿劣质的网来做棚网搭架。说到这个东西，有2个层次。第一个，在昨天我们还在追，是不是因为竹竿，还是因为一个绿色的围网？这一个昨天去打火，鬼门关回来的消防弟兄直接告诉你，跟竹竿没有关系了。大家把焦点放在这绿色的网子。刚刚你讲到的价格是一个重点，可以防火阻燃的合格的是90块一张，普通网50块一张，而且这个比较贵的呢，用完一次你要丢。对。这个普通网呢，50多块用完没烧坏的，我还可以收一收，下一个工地我再用。我就问，刚开场我说了，今天这些住户他们每一户因为这个所谓的拉皮的工程，他们缴了多少钱？60万。对，我以为我花那么多钱可以买一个心安，结果你给我用一个可以回收的劣质品。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这个90块的比较贵的，它用一次就要丢掉，不能做回收吗？因为它透过太阳的曝晒，遇到温度，它会硬掉，会脆化，所以它用一次它就要做抛弃了，不能够再重复使用。你狗杂扣，你竟然还可以重复使用？对，我缴了60万给你，结果你买一个最便宜、最廉价、最劣质的东西，那个中间那个价差多大？这些钱流到了哪一些黑心人的口袋里去了？好，你说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哪一些不孝的业者用了这种劣质网，结果害了90几条的人命呢？再来另外一个层面，人家早就告诉你了这个网子一定要是能够阻燃的。分3点来看，第一，其实呢这个部门叫做五淤署第一次2011年就已经说了啦，人家安全守则里面早就规定了，外墙棚网必须阻燃。2011年已经第一次公告了。再来第2次呢，包括了是在10月份的时候，已经中环发生了一次大火了。对，发生大火之后呢，五淤署又在10月21号跟全香港的这个承建商告诉你说，这个外网一定要怎么样符合阻燃。已经连续下达好几道的金牌，要你赶快去查。查了没有？根本没有查嘛，而且呢，感觉上是怎么样，不痛不痒。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跳出来了，这个是中科监的监察主席，他说他从2023年开始，这是1年多前了。2023年的年底呢，他就跟政府部门发了80多封的 mail，告诉他们说呢，一定要去关注这一次香港大火发生的地点宏福院跟其他小区的这个棚网的问题。对，他已经讲了好几，他讲80次嘞，再提醒。但是呢，他得到政府的回应是什么？很冷淡呐。工程师说，工作人员、政府人员到现场检查啦。我们主要是什么？油嘞，看有没有稳固，有没有绑紧绑牢。我在叫你检查有没有阻燃防火，有没有用到违规。像这一次一火烧就喷溅，一喷溅就火烧连环楼的要命因子。该查的是这个，结果你虚应故事，根本都不查。所以呢，这个中科的监察主席才讲啊，他说没有人去查这个棚网是不是有阻燃，所以他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管漏洞。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基层的消防队员的自白万言书指向人祸，一点都不冤枉。整个港府的，包含了业者，还有监理机关，你们都不要跑，你们都是杀人的帮凶。好啦，现在问题就在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该用阻燃效果，你不用阻燃效果，你知道那个差多少吗？我们今天用画面来告诉你。你刚提到一个数字，点火4秒钟，3秒之内你要赶快熄灭。画面已经出去了，整个香港今天发起了一个行动，叫做拆网行动。多恐慌啊！你知道吗？这次大火，就像刚俊相哥讲的，绝对是可以避免的。是，刚刚是公部门的提醒啦，中查这个监察主委的提醒啦。那现在呢，洪福苑自己的居民跳出来讲说，我们去年就已经跟劳工处讲过了，说这个棚网绝对会有问题。但是消防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他说，现实啦，换句话说白话点，很多时劳工处给你的这个安全条例当中呢，没有涵盖关于棚网阻燃标准，他竟然跟你说没有标准你是在睁眼说什么瞎话？刚刚法条在14年前清清楚楚罗列在这个地方，要保护人民的，你在这里虚应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的这个90几条人命的丧失。去年就埋下了祸根了，因为你不理我们啊。对啊，然后再来接下来他讲的这些官话，你真的听了会觉得荒谬至极呀。他告诉你讲说呢，这个维修工程你不会在棚架上怎么样，你不会用明火，你不会在这边煮菜啦，你不会在这个棚架上面怎么样烤肉啦，所以呢，没有所谓的阻燃标准。再来是呢，他说在这里面有提供什么合适的灭火器啊，我有给你了啊，所以在棚网发生火灾的几率相对是低的，但是就发生大火啦。好，我们要继续追下去，这是官僚杀人，无误，这个是官僚杀人。再来，我要追的是去覆盖承包承揽着8栋拉皮工程的这间工程公司，施作的这间公司，它哪里冒出来的？它居然胆敢4000人居住的超大型社区死在他们手上，到底何方的妖孽？好，你竟然敢把洪福苑的外墙用这50块钱比较廉价的普通网，那我们就来看喽，这个普通网合不合格？谁认为它可以装在大楼外面？我们就来抽丝剥茧喽。社区的群组图片当中呢，就拿出了这个检验报告，好，发现说原来这个棚网是来自山东某一间化纤绳网的公司所提供的，而且它还有检验报告告诉你它合格，这才是荒谬的地方。他告诉你说没问题，弄 OK。好，那这个 OK 是谁说的 OK？要查出来哦。来，中国的滨州市检验中心告诉你这个没有问题。很有趣的地点就在这边了，因为中国的建设标准是告诉你说。是要用标准是阻燃的你是要用阻燃的但是呢，而且它的这个秒数是怎么样？你燃烧的过程你不能超过4秒。英国是2秒，刚刚香港是4秒，3秒要熄灭，它的4秒已经是英国的2倍了。好，再来，他告诉你说，你要是阻燃，但是奇怪喽，滨州竟然告诉你这个没有阻燃的竟然是 OK 的。那我就问了，今天中国的标准已经比起国际标准更宽松一些。对，我再退一万步说，中国它其实是有 QC 的标准的，有安全合规的，而且根据这个标准你也盖章了，我就问。这个章是你伪造的吗？还是根本滨州市你明知不可为而护航它呢？所以现在苗头都指向谁了？瞄向这个检验中心的滨州市政府喽。再来，包括了山东的这间公司，你也有责任，因为你用到的就是这个不合格的这个棚网。好，再来喽。现在你知道吗？全香港人只要是有在盖大楼的。都很担心他们家外面这个网子，那到底是不是有防火，有没有阻燃嘛？所以洪福苑同一个建商，他们当然是非常担心的一群啊，把自己家外围的这个网子铁嘎到嘎嘎嘞，剪下来之后呢，拿火去烧，结果呢，马上烧起来。好，我们看这画面，哇，都是几乎你可以合理的推论，都是同一批从山东进来的，从滨州市盖章说合可，说这个可以阻燃的，结果。一点就烧，一烧就喷溅，一喷溅就可能火烧连环楼了。所以才会衍生出说，它在10分钟之内，洪福苑的大楼直接从1楼往上直接就串烧，而且火势是一发不可收拾。你就像你这样，火一点他拿着这个铁夹子，结果呢，发现哇，这个不到2秒钟的时间直接就把这个网子烧到都没有了。你知道吗？这个居民他惨了，因为他把这张照片、影片 PO 上网络之后。管委会找上门来了，告诉他说：“你把影片给我下架，否则我要报警处理。”莫名其妙，
刚刚这一段实验的画面多重要？它提醒大家用火的安全。你要知道，一点就燃，你轻易可以知道你们家外面包覆的那个围网是不是来自同一家的劣质品、黑心货？他在帮大家。为什么被下达进口令，还报警要他封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官僚杀人了。这个不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哦。除了这个同样的屯门的怡乐花园，他们去剪这个网子之外，另外一个同样是这个10里的怡盛花园，这个民众也很担心啊。我们家外围也在用棚网这个做这个搭建修复啊，结果他也把它剪下来，结果你知道吗？他也是一样，火一点啊，结果呢整个开始不断的往上窜烧，火势也是这样开始不断的延烧。这个绝对是劣质品。刚刚你提到那个数字，大家牢牢记住，点火4秒钟之后，它必须要立刻能够灭火，要达到这个功能，没有，这个是瞬间直接烧过去，一路烧过去啊。所以你看到吗？现在怎么样？很多的香港民众都非常非常的担心。所以呢，只要他们家的外围有在修复的、有网子的，就赶快怎么样，全部都把网子拆下来。因为同一家建商，他旗下还有11间的这个社区正在进行修复。跟西郎哦，观众朋友。今年的好事多黑五档期，我以为我会看到抢电视啊、抢 Dyson 啊，没有想到你看到这一幕，下巴要掉下来。你有没有看到一车又一车塞满到掉出来？他到底在抢什么？益美冻干草莓啊，不就是草莓，就是零食而已，搞得一副在囤弹药一样。这个背后，还出鼻喽。我们要来看到，就是益美它称霸台湾人的胃。那没话说，但是你益美再强，你也强不进一个地方——晶圆厂。我们给您来看到，唯独这一款，你可以涂穿护国神山的高墙绿乖乖，一包零食怎么变护身符了？居然就连 AI 女神苏姿丰也得入境随行。是有多法力无边呢？对，这个礼拜很多民众在封这个好事多的黑五的抢购之后，哇！大批的车子的推车直接推到了车子旁边，他呢要看里面是抢些什么东西，结果呢就有网络上有人拍了这张照片哦，你看他一箱一箱里面装了什么？是益美的草莓冻干哦，他搬了20箱啊，吓死人了，他整个车子都要装得满满的。那大家想说，这到底是真的这么好吃吗？好，今天你要是我们报新闻的朋友，你就会知道，我们开场讲这个，其实重点都不是它，重点是益美里面强还有更强的，吓死人了。这个居然是它的神级的零食啊！对，谈到益美的神级零食哦，就不得不谈一个东西——益美小泡芙，非常有名，大家都非常喜欢吃，非常多口味，有草莓啦、巧克力啦，甚至牛奶等等的哦，任君挑选。但你知道，就像个益美小泡芙，连韩国人都喜欢吃，韩国的艺人都喜欢吃哦。这个是韩国的女性的 IU 哦，她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哇，没想到你看她手上拿那一包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民美食益美小泡芙，在舞台上直接开吃起来了。那连韩国女团在韩国里面开演唱会哦，哇，不得了啊！旁边的歌迷啊，你要知道经纪公司是有规定哦，如果在绕场的时候是不能收歌迷的礼物了。结果呢，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歌迷有没有拿着小泡芙给这个 Winter， 你看 Winter 的表情，Winter 直接拿下来，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好，导播会继续播。是他接到的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应援小礼物，他那个表情就是说，哇。益美小泡芙然后左看右看，你看哦，挥挥手，一手接过来，哇哦，泡芙我能收吗？这有没有很像那个小学生拿到零食这种喜悦？收了我不就违规了？重点是他收了，而且重点是他什么？他说他一天要吃3包哦，所以他非常喜欢益美的小泡芙。那我们来谈说益美小泡芙到底多热销？你要知道，它其实在最热销的一年创下这个一年卖出2100万包，什么概念呢？哦，产值超过6亿元。如果用横的叠起来，可以点2000多座的台北101高度，哇，不得了，2000多座的高度啊！这个台北101的这个高度啊，你就知道它多厉害了。你刚刚客气了，你是横的叠哦。是，如果我直的叠上去的话，那不知道几座了，可能会叠到太阳过去了，是超级高了。所以你就知道台湾人跟外国人是非常喜欢益美小泡芙这个零食的。好，那我刚刚讲益美小泡芙，其实大家最耳熟能详就是巧克力口味啊、草莓口味或是牛奶口味。俊阳哥，你知道吗？它有出咸的口味。哎呦，那是能吃吗？真的，像网络上有网友推荐说，你像益美小泡芙哦，有这个咸的口味，就是上面写的这个
个叫空奇这个东西，它吃起来有点像苏打饼干的感觉哦。那它里面呢有点像九层塔蛋、高赞塔，对，九层塔蛋的这种味道，所以你知道它其实是有客制化。提到了客制化3个字，他却创造了客制化的天花板，他居然为这个人客制化，我昏倒了。是你要知道，这次的高市早苗不是发出了这个挺台湾的言论吗？对，结果呢，益美小泡芙，益美这个公司又做出了高市早苗的巧克力版本。好，你就这样子一包的包装，高市草莓的巧克力版本，哦，瞬间引爆了话题。这个是韩团 BLACKPINK 的那个等级是，你要知道，那台湾人很想买，但不好意思，因为它是限定版的，它没有市售，所以看起来非常好看。但是你就知道，益美小泡芙呢，在我们的外交上面，它是蛮尽心尽力的。所以你知道，益美啊，等于是深入所有家庭，包括它的食品啊，包括了它的饼干、巧克力，或者说面包等等，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那问题是，为什么会封为台湾的最后良心呢？就是因为它挺过很多次的食安风暴，很多次大家过去这10几年来看。很多是台湾爆出了这些食品的风暴，基本上益美都没有上榜。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少在媒体被讨论到的是什么？我们讲到了台积电，会讲到那个24小时不休息的夜鹰计划，有没有？他也有他们的夜鹰计划，他居然用台积电那套来搞食品，哇！食品界的台积电是这么来的。俊哥，没错，这个益美就是食品界的台积电。你要知道它怎么搞呢？它只要它的所有最严格的设备，为什么它可以被封为台湾的最后良心？就是它的检验设备非常齐全，而且跟其他的厂商是完全不同了。它每年啊，光是这些检验的设备，光是损耗这些耗材要更换、要维修、要保养，就花了好几百万在搞这东西。那甚至呢，它投资这些检验设备啊，是破亿在投资的，24小时这些设备是持续在工动，3班制在工动，没有休息的。哦，跟台积电在做晶圆厂是一样。这个他们的夜鹰计划是它在24小时持续在 run 的，所以它没有在休息。那重点是什么？它实验室里面有来自20到30多名的专业人才，严格把关。那你说不对啊？望着其实其他的这些食品大厂也有人在把关了。我跟你讲，益美等于是多他们10几倍的人力，在现场严格把关。我们以为就是说东西好不好吃就是新鲜口感。益美在看什么？他们连一根葱的 DNA 都追究到底啊！对，你要知道，其实益美最在意就是食品它的原料的产地是在哪里，这个骗不了人。好，那当然了，大家也知道说，我想要推销东西给益美，那就有过去一些葱农想说，那我推销我的葱，我说我这个是3星葱，我推给益美好了，你知道？逃不了益美的法眼，真假？益美算是台湾界的食品法医哦。葱就是葱，它怎么分得出来？它非常厉害，它有它的产地跟大数据。你说你这个葱是3星葱，是不是？来，我这个机器一照，有没有符合我大数据？里面的土壤跟水质通通可以照出来。如果你不符合宜兰3星葱的土壤跟水质，那你这个就不是3星葱哦。所以益美它是有经过一连串详细的检验，所以它被封为台湾的良心，道理在这里。好，益美再强，它制霸台湾人的这个食品这个零嘴的市场，但再强不过这一家。这个品牌的这一个唯独这一款商品，它是唯一能突穿护国神山的高墙。绿乖乖，它是有多么法力无边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拜一定要拜什么？拜乖乖哦，拜乖乖呢，当然有它乖乖上的字面上的意思，还有它实际上看起来就很顺眼，所以很多包括中元普渡啦，包括很多初一15大家拜的时候呢，国民零食都会拜的乖乖。那你要知道，光是它这个椰子口味，这个绿色的椰子口味是最热门的，它年销88万包。那长于居你包括中元节的销售榜单呢。你谁长拜乖乖不是新闻，新闻是什么？它居然是所有你想到的护国神山群，从台积电以外辐射出去，苏之峰、辉达，你想得到的这一些帮台湾赚大钱的企业，都在追绿乖乖。外国人很好奇啊，想说，为什么台积电拜，连机器上面都要拜乖乖？甚至我们可能做电视从业人员，有时候摄影棚，包括副控上面也会放个乖乖在上面。大家想说是为什么？外国人是看不懂，那台湾人绝对知道的道理，就是希望说这个机器能够乖乖。这一包乖乖你有没有看到？导播继续看哦。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乖乖的表面是什么？是电路板的，是晶圆刻出来的电路。对，他们跟台积电来做联名的合作。那这个就像这个乖乖只有在台积电附近厂区的这个便利商店才有卖，所以你要去外面买不到。所以我想这个在虾皮卖一包要500块钱，被炒到这么热。500块的乖乖不是给你吃的，是拿来拜的，拿来供着的。是他拜的话，希望说我现在这个机器包括我的晶圆厂能够跟乖乖名字一样，机器乖乖，一切非常顺利。但你要知道，很多网友在讨论说，那很多包括很多工厂也会拜乖乖啊。现在就有网友分享说，
我们的工厂啊，其实包括那个铁卷门也要放乖乖，哦，连它机器也要拜乖乖。可是外国人看不懂，像说有德国的客户来，我很难跟他解释，干脆怎么样呢？我把乖乖收起来好了，就不要解释嘛。结果没想到，哇，这一收不得了，出事了。结果机器真的出包了。哎呦，绿乖乖这么法力无边哦！这个是台湾的都市传说。但问题是，大家想说，乖乖这2个字哦，其实它已经陪伴我们快60年，快一甲子的一个岁月。可是感觉不觉得乖乖这个名字还是觉得很新潮嘛？而且它感觉很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为什么？原因在这里。你要知道，乖乖已经创立了57年了，曾经亏损达到了10年。那他靠什么翻身呢？2018年原本呢他们是廖家的家族在经营，但是后来呢，卖给了这个3D集团。2019年卖给了3D集团。那新集团接手之后呢，他们希望打造这个创新思维，带领着乖乖走出市场，走出去不要让乖乖这个名字看起来这么旧，要让年轻人能够接受乖乖，认识乖乖。所以你看很多乖乖上面可以写字，有没有？就像写字写你的愿望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后来都是这些创意里面带进去的。那当时呢，3D集团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来让乖乖焕然一新呢？他把所有的业务，把所有这些行销人通通带出去，去哪里？我们去台湾的日本超商里面看日本人的包装怎么行销的为什么民众喜欢日本人的包装？去了解，把这个所有的 team 带出去了解说，我们要怎么样重新打造乖乖这个品牌，让年轻人能够接受。后来真的成功了。那年之后，其实乖乖它不只说只有跟着台积电这些科技厂合作，它也跟很多的包括农会啦、地方政府合作。所以你也知道，品牌能够创新，那是乖乖很久不变的道理。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